开直播体验凶宅试睡人职业。正当你一本正经为大家普及科学时，你的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白衣女子的身影。这时，直播间的网友们瞬间炸了。主播，你身后有鬼？什么有鬼？我刚才不都说了吗？这世界上根本就没鬼。说着，你把头扭过去，卧槽！接着你下意识的挥动手中的棒球棒，砰的一声，那女鬼直接被你拍飞到了墙上，吓老子一跳。看着被拍飞的女鬼，你不禁感叹系统给的东西就是精品。冤死鬼的棒球棍，特性眩晕击飞，一位棒球运动员的遗物，用在棒球棍猛力击打敌人的头部会产生眩晕和击飞，如果击中的是后脑勺，眩晕效果加倍。女鬼在短暂的失神过后，再看向你时满眼都是恐惧，她想都没想就朝床下钻去，速度快的都出残影了。这一幕又让直播间炸锅了。主播，你不是说没鬼吗？大哥，你直播怎么会有残影？妈妈，我害怕。此时的你没有空理会弹幕，你不想到嘴的鸭子就这样飞了，一把抓住女鬼还留在外面的腿。鬼小姐，别急着走啊，刚才是我激动了，那一棍子确实是有点重了，我也是第一次遇见鬼，下手没轻重，放心吧，接下来我会温柔一点，绝对不会弄疼你的。听见这话，女鬼都快哭了。我错了，大哥，我再也不敢出来害人了，求你放过我吧。你没有理会女鬼，而是有点嫌弃的说道，长得不怎么样，也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故意压低价格。算了，先迈过去看看，反正也没有第二只鬼。价格迈过去，难道我遇见了传说中的鬼贩子？拿着。就在女鬼出神的时候，一张黑色的 A4 纸递到了她的面前，她下意识地接到了手中。就在她触碰到纸张的一瞬，一簇黑色的火苗就在黑纸上燃起。女鬼的心里一慌，似乎下一秒就会发生无比恐怖的事情。她想将手中的黑纸扔掉，但是这张黑纸在眨眼间就已经燃烧殆尽，她自己也离奇的消失在了房间之中。叮！恭喜宿主将一阶白衣女鬼介绍到猛鬼足浴城做修脚技师，获得绩效点加200，获得足浴城老板的好感度加10。听见系统提示声的同时，你的脑海中也浮现出了一个短暂的画面，白衣女鬼正在瑟瑟发抖的给一只长相极为狰狞的鬼物做足底按摩，看她那无比恐惧的模样，估计稍有差错必会被这可真是因果轮回，你喃喃自语了一句。不过你的第一次中介任务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虽然没有额外的奖励，但是200的绩效点也算可以。没错，你穿越过来就绑定了一个猛鬼中介人的系统，只要你能够抓到厉鬼，并将其卖到猛鬼世界中打工，就能获得各种神奇的奖励。随后你便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宿主陆凡，年龄22，境界一阶由魂0到200，绩效点200，物品冤死鬼的棒球棍，定鬼符。接着你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境界提升了1级，随后你也没有在意网友们的讨论，拿起手机对着摄像头说道：各位水友们，这世界上没有什么鬼神一说，请大家相信科学，刚才只是我在给大家表演魔术，纯属娱乐，现在表演完毕，我要睡觉休息了，晚安。第二天你一觉醒来就在客厅中看见昨天给你介绍试睡工作的中年男子。哟，老王，你这么早就来了。大师，这是您的酬劳，你一看是10万块，比之前翻了1倍，多出来的5万块是雇主对您的感谢，钱我收下了，今后还有这种活计的联系我，钱不钱的不重要，我这个人从小就立志降妖除魔，以维护世间安定为己任。陆大师真乃得道高人，陆大师现在准备去哪？我开车送您一程。好，那就麻烦老王你了。而坐上汽车离去的你并不知道，此时你已经爆红网络了，还被网友戏称其为暴躁法师。与此同时，江城一栋十分隐秘的小楼之中，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坐在办公室中，手机中播放的正是你在线驱鬼的视频，身边还站着一个身穿灰色职业套裙、个子高挑的长发女子。司长，您确定要将这个人招揽进御鬼司吗？你有什么意见吗？我感觉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招他进来可能会败坏我们江城御鬼司的名声。闻言，江城御鬼司司长陶光华不禁哑然失笑，这个陆凡的人品可能是有点问题，但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御鬼者，而且能在没有御鬼者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觉醒，天赋绝对不低，我们应该早点将其带入正途。长发女子方琼沉默片刻之后点了点头，明白了，我马上就去联系他。另一边回到家的你，发现系统界面多了一个任务栏。任务1：厉鬼国际酒店长期招收，服务员勤杂工厨师，工资高福利好上升快。任务2：猛鬼足浴城长期招收足浴技师，限女性不限年龄，薪资丰厚。任务3：吝啬鬼的黑煤窑长期招收井下作业矿工，做一休一，无年龄性别要求，无需工作经验，当天即可上岗工作。丁，特殊任务发布，请宿主注意接收，猛鬼是自来水厂水源遭受严重污染，现急需1名水鬼前来净化水源，男女不限，限时3天。完成任务奖励绩效点加2000，奖励特殊道具1件。看见这个，你顿时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眼神中竟是一片火热。我靠，2000点绩效，还有特殊道具，这奖励也太丰厚了吧！有了这一笔绩效点，你至少能将自己的境界提升至3阶，再加上1件特殊道具，实力更是大涨。到时候他真就是正义的化身，厉鬼的克星了。而这任务偏偏只有3天的时间，时不我待啊！想到这里，你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鬼怎么就这么能藏呢？要是有一样东西能够自动定位鬼屋的位置就好了。
话音刚落，一个十分悦耳的声音就在你耳边响起：想找鬼物还不容易，你来我们玉鬼司就行。你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穿着一身职业套裙的长发美女站在门口。什么是玉鬼司？听见你的询问，方琼直截了当的回答道：玉鬼司是华夏为了抵御鬼物所设立的特殊部门，玉鬼司中有特殊的鬼器，可以检测鬼物的出没，而我们玉鬼者的职责就是斩杀厉鬼，护佑一方人民的安全。也就是说，江城之中一有鬼物出现，你们就会立即将其斩杀。你有些牙疼的问道。闻言，方琼点了点头，看着方琼肯定的眼神，你的心里好像有10000头大黑牛跟着。我说这段时间怎么连一只鬼都没有遇到？搞了半天是被你们这帮所谓的御鬼者捷足先登了。见你半天没有说话，方琼又说道：御鬼者每个月有5万的基本工资，斩杀鬼物还有额外的奖励，我加入。你笑呵呵的看着方琼，义正言辞的说道。你的这副嘴脸让方琼嘴角抽了抽，你分明就是见钱眼开。随后他便回去给你办理手续去了。方琼刚离开门口，再次传来一个动听的声音：您好，请问暴躁法师在吗？看着门口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却胸怀满月的少女，你脑袋上浮现出了一连串的问号。什么暴躁法师？抱歉，不在。法师？不，大师，我找的就是你。撞鬼了，我撞鬼了，大师。他二话不说就递来一个红包。大师，我撞鬼了，大师。你接过红包掂量了一下，还是很满意的。说说什么事吧。我叫于真真，是一名小主播。几天前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爬山，回来之后我就感觉不对劲了。我感觉房间里有一双眼睛，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原来几天前他和另外3个同伴一起去江城郊外的大青山爬山，4人因为不熟悉山路，无意中闯进了一片墓地中。因为心中害怕，于真真慌不择路之下，将一座新坟墓边上摆放的一个纸人给踩碎了。从那天开始，他就觉得自己的房间里好像多了一个人。原本他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过几天就好了。为了让自己安心，他还特意在自己的房间中安装了一套监控设备。哪成想，当他早上起来查看监控视频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大半夜的时候，卧室门竟然自己打开了。听着于真真的讲述，你大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什么大事不大事的，你叫我陆凡就行了。我这个人从小就心地善良，最不忍心看见你们这些柔弱女子被人欺负。既然今天被我撞见，我就一定会管到底。等我一下。说完，你返回屋里，再出来手里就多一根棒球棍。大师，咱们就这么去抓鬼了？难道就不用准备一点驱邪用的符纸、桃木剑什么的？我感觉我遇到的鬼挺厉害的。谁知你将棒球棍往肩膀上一扛，以后说道：抓鬼需要符纸和桃木剑的，赶紧走吧，万一那厉鬼知道了我的厉害，提桶跑路可就亏大发了。一脸懵的于真真带着你回到了家里，刚一到门口就看见一个穿着黑色短裙的年轻女子站在那里。轩轩姐，你怎么来了？名叫轩轩的女子撩了撩耳边的长发，说道：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就过来看看。话说你这小妮子竟然不声不响的交了男朋友，长得还挺帅气的。不是，轩轩姐你误会了，他是抓鬼大师。轩轩满脸狐疑的打量着你，一脸我读书少你别骗我的表情。别的不说了，哪家大师抓鬼用棒球棍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于真真赶忙将你2人拉进了屋里，刚一进门，你就感觉到好像是有无数双眼睛从4面8方看着自己。轩轩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浑身一个激灵。开直播啊？看见于真真一脸茫然的样子，轩轩恨铁不成钢的说道：那大师一看就不怎么正经，万一抓鬼不成反成色鬼，咱们2个柔弱的大美女如何抵挡得住？有成千上万的粉丝看着，谅他也不敢乱来。闻言，于真真点了点头，打开了自己的直播间。直播间一打开，就有不少的粉丝点了进来。脱粉，果断脱粉！我女神的家里面怎么有个男人？看见直播间里的粉丝一片哀嚎，于真真赶紧调转了摄像头解释道：各位粉丝，这位是暴躁法师，我最近惹上了不干净的东西，他是我请来捉鬼的。原来是这样，我就说这哥们怎么这么眼熟，原来是暴躁法师啊！直播间里的网友兴致勃勃，而扛着棒球棍的你却是皱起了眉头。这鬼有点东西啊，自己分明能感觉到异常，可就是找不到他躲在哪里。这房子里让你感觉最难受的地方是哪里？卧室。于真真支支吾吾的说道。原本他还想说洗手间，但是洗手间里有他刚刚换下来的小衣服，让一个男人进去的话就太难为情了。闻言，你抬脚就往卧室走去。哗啦啦！就在这时，洗手间里突然就传来了马桶的抽水声。不仅如此，似乎还有一声若有如无的叹气声。听见这动静，于真真差点没叫出声来。大师，救我啊！轩轩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双手紧地拽着于真真的衣服。不要怕，只是你们家的马桶坏了而已，明天找个师傅来修就好了。我先去你的卧室看有没有异常，如果你实在害怕的话，就跟在我后面。话音落下，2女就紧紧地跟在你的身后。谁知就在陆羽的一只手刚刚触摸到门把手的时候，整个房间中的灯光瞬间熄灭。救命啊！于真真和轩轩2人就像是2只惊弓之鸟一般，一人抱着你一只胳膊，感受着两边的柔软，你一时间不想捉鬼了。直播间里这时也是议论纷纷，不会真的有鬼吧？确实是有点诡异。你打开灯的开关，这时门又打不开了。擦，当真是没完没了。你走上前，对着卧室门推，那木门直接就飞进了卧室，只留下了一个光秃秃的门框。嗨，你这门好像不是很结实，下次记得换到质量好的。
你话音落下，家里的电器开始发出电流声，一滩嫣红的血液正从已经破碎的卧室门口往外流出。这一幕瞬间引得直播间里的观众尖叫连连。我撤草会母，真特么的有鬼啊！完了完了，肯定是法师将厉鬼给激怒了。然而此刻的你一脸不爽的盯着卧室，你他妈的还真是蹬鼻子上脸了。说完，你就提着棒球棍冲进了卧室之中。这时，卧室中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于真真面如死灰地看着卧室的门口，心中满是绝望。就连直播间的网友们也是如此。哐哐哐，我敲里瓦啊！这声音让于真真精神一振，大师加油啊！千万不能输给厉鬼啊！接着，卧室中的打斗声叫声越发的于真真和轩轩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勇气，竟然相互搀扶着也走进了卧室。此时，卧室之中一片狼藉，地板上你正用脚将其死死地踩在地上，双手拿着棒球棍，不要夹着我看你打招呼。我特么最烦的就是你这种没有素质的厉鬼！你说你干什么不好，非要躲在小姑娘的床底下偷窥人家？我他妈真是越想越气。说着，你手上的力道又加大了。大哥，我真的知道错了。厉鬼发出一阵惨叫。那你告诉我你错在哪里了？我错在不该偷窥这个女生。砰砰砰！他话还没有说完，又是一连串的人头痛击落下，厉鬼直接都哭了。你简直大错特错！你错的最离谱的就是你只偷窥女生，没有偷窥男生。男女平等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还是说你压根就看不起男生？厉鬼闻言当场就喷出了一口黑血。大哥，我只是一只普通的色鬼啊，神特么男女平等！哇哈哈哈！劳资笑出了猪叫。我算是看出来了，大师只是单纯想要将这厉鬼暴打一顿。直播间里的网友看见色鬼那卑微的样子之后，内心中的恐惧顿时荡然无存。大哥，我也不想这样啊！要不是他将我的女朋友给踩漏气了，我也不至于跟着他。色鬼一脸委屈的看着于真真，神特么女朋友漏气了！听见这话，你差点没绷住。于真真被色鬼看得有点发毛，她小声的说道：“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早知道是这样，我就给你扎10个女朋友给你送过去。”砰砰砰，又是一阵迎头突击。色鬼哇哇大叫道：“大师，我都这么惨了，你为什么还要打我？惨，我才叫惨呢！你丫是失足掉进水里淹死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变成水鬼，而是变成了色鬼啊？你都快气死了！一只水鬼的奖励可太丰厚了，2000绩效点和一件特殊道具呢，你简直越想越气。大师，要不咱们还是赶紧将他给超度，他在这里我总感觉瘆得慌。”闻言，你立马就掏出了一份阴阳合同，然后在心里询问道：“系统有没有适合这只色鬼去的地方？”丁，猛鬼机械厂招收电焊工1名，非常适合这只偷窥鬼前往。机械厂老板愿意出价300绩效点，300绩效点比白衣女鬼的价钱还要高。你当即将黑色的阴阳合同扔到了色鬼的身上，合同立马就开始燃烧了起来。2-3秒钟后，色鬼就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丁，恭喜宿主成功将偷窥鬼介绍到猛鬼机械厂上班，奖励绩效点加300，猛鬼机械厂厂长好感度加20，厂长10分满意这个员工，回赠神秘礼盒1份，还有回礼。打开礼盒，丁，恭喜宿主获得偷窥鬼的眼睛，是否融合？融合。话音落下的瞬间，你只感觉自己的双眼之中涌出了一股清流。当你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整个人当场石化在了原地，随后鼻血也流了出来。而站在你对面的2名，浑身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吓得他们赶紧用手将胸前捂住。嗨嗨，这天真热啊，有点上火。你有点不好意思地擦掉鼻血掩饰尴尬。说起来，这色鬼还真是不错，刚才是我太冲动了，多打了他几下，也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遇见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好好的感谢他一下。就在这时，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中浮现，此时的色鬼正在兢兢业业地烧电焊，只不过他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佩戴任何厨具，电焊发出的刺目光华将他的眼睛灼烧的泪流满满。看见他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你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还别说，这个工作真的是为他量身定做的，难怪厂长这么的满意。另一边，方琼也来到了于真真所住的小区，鬼气消失了。突然，旁边男子的眉头轻轻一皱，沉声说道。闻言，方琼的脸色一变。一般鬼气突然消失，一般有2种情况，要么被人消灭魂魄不死，要么厉鬼已经杀死了目标，主动隐藏了行迹。今晚上遇鬼司的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方琼更倾向后者。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于真真和轩轩2人就像是2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一下就窜到了你的背后。大师，不会那色鬼不会还有同伙吧？他话音落下，咔嗒一声，防盗门竟然自己打开。怎么是你？大门打开，方琼就看到了客厅中的你。这里的鬼物是你解决的？没错，你们来晚了。既然在解决了，那我们就先走了。我明天上午过来接你去司里报道吧。等一下，今天这只鬼应该是有奖励的吧？闻言，方琼没好气地说道。放心，绝对少不了你的。对了，还有一件事，你要水鬼的消息已经有了，在哪里？就在金龙大桥附近。最近那里已经连续有3人溺水身亡。遇鬼司前去查看之后，发现死者的身上都有淡淡的鬼气。听见这话，你的心里直接乐开了花。方琼交代了几句之后，就带人离开了。第二天上午，你站在一栋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小楼面前，满脸狐疑地看着方琼问道：“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遇鬼司？”“没错，这里就是遇鬼司。”方琼回了一句，推开大门走了进去。司，好冷啊！冷才是正常的，毕竟这栋楼里面有10几只鬼魂存在。闻言，你问出了心里压着的疑问：遇鬼者究竟是什么？多年以前，只存在于传闻中的厉鬼突然显现。
科技手段均对其无效。后来人们发现，有一些鬼魂可以和人类共处，人类还可以借助鬼物的力量对抗厉鬼，这就是遇鬼者。想要成为一个遇鬼者，需要和一只灵鬼结成共生契约，这个过程很危险，一个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所以你是个幸运的小家伙。好家伙，还是高危职业啊！因为遇鬼者想要变强，需要吸收阴气，或者直接吞噬其他的鬼。如果一旦压制不住体内的鬼气，那么遇鬼者就会彻底的化为没有任何理智的厉鬼。方琼将一个小盒子递给你，里面是一个纯黑色的证件，一块核桃大小的银黑色徽章，还有一部手机。这是你的证件和私徽。手机是遇鬼司专用手机，一定要好好保存，丢失的话会非常的麻烦。方琼将遇鬼司里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一给你讲一，反正你只记住了不用一直待在遇鬼司，只要手机保持畅通，随时待命。随后你便打了出租车来到了金陵大桥。来到江边，你开启鬼眼的能力，看向了江面。这个宽阔的江面上确实散发着丝丝缕缕的鬼气，但是十分的稀薄，根本不足以找出水鬼的踪迹。难不成真要我自己下水做诱饵？可我真不会游泳啊！这时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引起了你的注意。好巧啊，又见面了。看着朝自己走来的你，于真真微微愣了一下，眼神之中透露着些许躲闪的神色。是啊，真巧。他有些心虚的回了一句：昨天晚上因为直播的你抓鬼全部查。于真真的直播间粉丝暴涨了好几万，要知道他之前的粉丝连1万都没有。他昨晚听见你和方琼之间的对话，知道你今天可能会来金龙大桥这边抓水鬼，专门过来拍视频蹭热度的。看出了他小心思的你，当即提了一个要求，你想拍视频或者直播也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闻言，于真真当即立马就一脸警惕的盯着你，太过分的话我可不会答应的。看见他的举动，你在心里偷笑了一声。他身上的秘密你昨晚上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想什么呢？我是想要让你帮我划船，我想去江面上看看。原来是这样啊，成交？不对，你该不会是想将我推下水，然后将水鬼引诱出来吧？你就说去不去吧。你发现这女人好像有被迫害妄想症，不过她的这个提议倒是不错，这样的一个弱女子掉进水里，应该会更加容易引起水鬼的注目。去，大师，我去。两人来到了江边的一个小码头，这里有专供游客们游玩的小船。租船的大爷好心劝道：小伙子，别怪大爷我没提醒你，最近这江里不太平，你们还是换个地方去玩吧。大爷啊，你是不知道我这女朋友多犟，今天我要是不给她划船，她就要脱光衣服在这里游2圈，这我哪能答应啊？听见这话，大爷笑了，用怪异的眼神打量了再一阵于真真，说道：小伙子，我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啊，要不还是让你女朋友下水游2圈吧，反正今天这里没人，反正大爷也绝对不会偷看你们的。可嗨，这话差点没给你呛死。你大爷果然还是你大爷。于真真听见两人的话，肺都快气炸了。正要发作的时候，大爷哈哈笑道：大爷跟你们闹着玩呢，船就在那里，记得穿好救生衣，就在水浅的地方划2下就行，别忘伸出去。大爷我人工呼吸，心肺复苏都是满级的。说完还挑了挑眉毛，靠，你个老不正经，暗骂了一句。你拉着于真真挑选了一艘小船划了出去。过了2-3分钟，老大爷从自己的小卖部里走了出来，两人的船一动不动地停在江水中心的位置。大爷见状，猛地一拍大腿，焦急地说道：完了，这两人该不会中了邪，被迷住了吧？大爷只是往湖中心看了一眼，就知道你被水鬼给迷住了，中了邪。多俊的女朋友啊，没便宜大爷我，倒是要让水鬼给霍霍了。造孽啊！痛心疾首的大爷赶忙掏出手机打给了遇鬼司的人。而此时的你看着平静江面上突然刮起了一阵风，紧接着竟然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白雾。嘿嘿，小水鬼终于忍不住要动手了吗？你在心中暗暗嘀咕了一句，便听见了呼叫声：救命啊！谁能救救我啊？闻言，你和于真真下意识地往左侧的江水中看去，同时你的脑海中下意识浮现出救人的念头，完全没有考虑自己会不会游泳。你拍了拍脸让自己清醒一下，而于真真已经往呼救声的传来的方向划去了。小船慢慢靠近，你看见一个身穿白色衣裙的少女在水中呼救：快救我！我一定会带你。你先别急，一定要挺住，我让我女朋友划快点，马上我就能来救你了。看着还在努力划船的于真真，你轻轻地用手在她的头顶上拍了一下，她随即也清醒了过来。你赶紧冲着她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接过了她手中的船桨。姑娘，你千万支撑住，我这就划船过来救你。船桨快速的滑动，但是小船却在原地打转。此时的水鬼看你还在一直等，无奈之下，他只好悄悄地往你的小船方向慢慢地靠近。救我啊！我快要不行了，快来救我！女鬼叫唤得更加的卖力，当真是闻者心动，听者落泪，就连你自己听了都忍不住在心里连连点赞。这演技，做一个水鬼真的是太屈才了。你看见水鬼在慢慢向你靠近，你反手把船桨递给了于真真。哎呀，这船太难划了，我要先休息一下。这话差点让女鬼没当场喷出一口老血。老娘我在水里费了这么大功夫，结果你给我说你划不了船。突然一阵阴寒鬼气在江面上爆发，水鬼和你双双愣住。卧槽，遇鬼司的人一人一鬼的脑海中同时冒出了这个念头。你看着他们的快艇正急速往回，心里那叫一个着急啊！水鬼要是被吓走了，那不白忙活了吗？你当即将手伸向了水鬼。姑娘，快抓住我的手！水鬼也奋力的往你的位置靠近。我来了，快抓住我的手，救我上去！快艇上，睡衣男和卷发男看见你的举动，脸上的焦急之色更加的浓郁。卷发男当即大喊道：不要伸手啊，那是水鬼！
听见卷发男的声音传来，水鬼游得更快，他生怕你将手缩回去。当你们的距离很近的时候，你的鬼眼发生了变化，眼前出现了一个面板，种类水鬼，境界3阶凶魄，罪恶之物。好家伙，原来鬼眼还有这样的妙用，真是捡到宝贝了！感谢色鬼老兄！就在这眨眼之间，一人一鬼的2只手就紧紧地抓在了一起。抓住你了，抓住你了！一人一鬼异口同声地叫出了声。水鬼闻言微微愣了一下，他隐约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于是他使劲往下一拽，只见你稳如老狗一般拽不动。见状，你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兴奋的笑容。水鬼小姐，你不是想要让我来救你吗？你赶紧上来啊！我可是费了好大功夫才将船划到你身边来的，划你二大爷！听见这话，水鬼当即破口大骂：你看看你怎么这么没素质，让我来教教你怎么做个文明的人。话音落下，你的另一只手上就多了一张黑色的纸符，这是新手大礼包中开出来的丁鬼符，可以对的3阶以下，包括3阶的厉鬼造成定身效果。定，你一声轻喝，手中的定鬼符化作一道黑色的长钉，飞快地钉入了水鬼的身体里。水鬼的身子一僵，顿时一动不动地悬浮在江水之中，神色惊恐地看着你。出来半晌，接着你猛然发力将他拽了上来，刚好开着快艇的卷发男和睡衣男2人也来到了。但被你的操作震惊的目瞪口呆，被拖上小船的水鬼瞪着一双死鱼眼看着卷发男和睡衣男，大声的呼救道：救我！求求你们快来救我！只要你们救下我，想让我干什么都行，求你们了！两男表示无语，还是第一次见鬼向捉鬼人求救的你见水鬼大声呼救，本就因为消耗了一张定鬼符，心情十分郁闷的，瞬间就鬼火乱冒，掏出一根粗大的棒球棍就对着他招呼，差马还有脸求救？谁给你的勇气啊？叫你没啊！害得小爷我浪费了一张至关重要的道具，今天你要卖不出个好价钱，我就将你关在屋里，每天打你100棍啊！我错了，大哥，我真的错了，我不叫了。对于这种情况，于真真已经见怪不怪了，可卷发男和睡衣男则是看得眼皮直跳，太残暴了！遇见鬼他是真打了，打得你心情舒畅后，你拿出合同直接将他卖到了猛鬼自来水场。恭喜将3阶水鬼介绍到猛鬼自来水厂工作，奖励绩效点加2000，获得神奇物品猛鬼牌纯净水1瓶，获得自来水厂厂长好感度加30。听见脑海中传来的系统提示音，你的心情也愉悦了起来。系统提升等级，顿时你就感觉一股庞大的力量从自己的丹田向4肢百骸散去，你来不及体会，赶忙打开面板看看下次升级要多少绩效点。宿主陆凡，年龄22，境界3阶，凶魄0到2万，绩效点300。物品冤死鬼的棒球棍，技能鬼眼，2万绩效点，你差点没把后槽牙咬碎，整整翻了10倍。那5阶岂不是需要20万的绩效点？6阶200万，照这个尿性，想要将境界提升到9阶，估计需要将地府中所有的鬼魂全都给卖了才能。关掉面板，你看着对面两男还是一脸的懵逼，怎么？难道你抓鬼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两人闻言疯狂的摇头。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勇猛？你也是御鬼司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在司里看见过你？我叫陆凡，今天刚刚加入御鬼司，我老板是方琼，以后多多关照啊。我叫周震，旁边的卷发叫秦一卓，我们是2组的人。兄弟你真牛逼，这水鬼将我们兄弟俩折腾的够呛，没想到你一来就将他给收拾了，算我们俩欠你一个人情，改天有空我做东请你好好吃一顿。客套了一会，你们便回到岸上。视频拍了吗？听见这话，于真真的脸色顿时难看的像是一条苦瓜。刚才水鬼一出来，他陷入了幻象之中，根本没有来得及打开手机。没事，以后跟着我有的是机会，我给你1个月5000的底薪，你利用视频热度接单，你接一个抓鬼的订单，我再给你额外的提成，怎么样？于真真闻言丝毫没有犹豫的朝你90度鞠躬，老板，今后请多关照。就在这时，你的手机来了电话，东城区联合南路发现异常的轨迹波动，你现在立马去查看一下。我马上去。听见方琼的声音，你立马来了精神，今天刚解决了一只水鬼，这又来一只，真是想不发财都难。这时周震和秦一卓也接到了任务，你们告别了一下就各自离去了。然而你还没有到地方，方琼又打来了一个电话。陆凡，联合南路你别去了，南城的美容院废墟发生了突发情况，2个3阶御鬼师命悬一线，速去支援。好的，方老板，我马上就去支援。此时周震和秦一卓两人面色苍白的看着自己的脚下，只要再往前走一步，他们就会从几十米高的大楼上掉下去。而天台的边缘还坐着一个年轻女子，正在掩面哭泣。他俩都是3阶御鬼者，本以为这次的任务会手到擒来，没想到这是只精神力十分恐怖的女鬼。两人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被彻底的控制住了身体，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天台，生死全都在于对方一念之间。就在这时，咣的一声，天台上的门被人一脚踹开。看见你的到来，周震两人的眼中立马就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女鬼则声音十分阴沉的问道：你是来找他们的吗？正好一起下去吧，3个人还能斗地主。闻言你一阵无语，咋不说加上你4个人还能打麻将呢？不，姑娘你误会了，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人，我只是在楼下听见有人哭得十分伤心，我只是想要用自己的爱来安慰一下这个可怜人。周震两人听见你的话一阵无语，要不是见识过你抓水鬼，他们真的相信你有爱。女鬼此刻也是微微一愣，你真是这么想的？没错，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尽管说出来让我开心。
是向我倾诉一下。你话似乎勾起了女鬼心中难过的回忆，她又开始哭泣着讲述着自己悲惨的经历。原本她是一个长相有些自卑的女孩，家庭条件也不好，直到有一天，她亲眼看见了自己身边一个女生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惊人转变，她才知道原来这个世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整容。可高昂的整容费用却让她望而去了，但整容医生却告诉她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只需要还几百块钱。就这样，她一步步陷入了黑心网贷的套路。然而债台高筑的她，不仅每天都受到催债的骚扰，甚至自己的裸照也被公布了出去。最终，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她从天台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听完女鬼的讲述，你不免有些同情，但是现在可不是圣母心泛滥的时候，惨，太惨了。但是你还不够惨，相比我，你算是非常幸运的了。怎么，你也借了这样黑心网贷？女鬼不禁十分诧异，就连周震两人都是彻底的傻眼了。人家都跳楼自杀了，你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到底谁幸运，谁凄惨啊？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这时，你依靠在墙边，抬头45度望天，尽量让自己装的凄凉一些，图样图森破。你还是太年轻了，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人外有人，贷外有贷。至少你是真的拿到了钱，也的投资到自己的身上了。而我当年只是借了区区3000块钱，最后在这些黑心贷的各种套路之下，最后欠下了上百万的债务，最后不得不背井离乡，就连父母去世都没能见上一面。说到这里的时候，你连声音哽咽了起来，泪水直在眼眶中打转。惨，你实在是太惨了。那最后怎么样了？女鬼一时竟被勾起了好奇心，你眼看女鬼上钩了，便开始自己的表演。还有人比我们更惨，甚至最后被逼得去嘎了腰子，弯了眼睛，最后连鬼都做不成了。幸得我遇到了一位做中介好老板，在他的帮助之下，我找到了一份日薪5000的好工作。我只用了短短1年的时间，就将欠款洗还清了。看见你一脸轻松的样子，女鬼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羡慕之意。如果我当时能遇见这么好的中介就好了。周震二人此时已经麻木了，日薪5000的工作，你咋不日薪5万啊？这女鬼是智障吗？不，你现在遇见也不迟啊。为了报答当的恩情，也为了解救和我们一样的可怜人，我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一个中介。我现在就可以介绍一份非常适合你的工作。真的吗？可是我现在是鬼啊。没事的，这位小姐，你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整个鬼界最漂亮了的女鬼，真真正正的走上鬼生巅峰。真的可以吗？女鬼小心翼翼地问道，生怕错过了你这位贵人。你见火候到了，也该收网了。当即掏出了一份阴阳合同，只要签下这份合同，你就能重获鬼生。看着递到自己面前的合同，女鬼只觉得自己好似做梦一般。当她的手触碰到合同的瞬间，一簇黑色的火焰就在合同上缓缓烧起。恭喜宿主将3阶跳楼鬼送进猛鬼整形医院工作，奖励绩效点加800。由于跳楼鬼积极的工作态度让院长十分满意，获得院长的馈赠1份。听见脑海中的提示音，你的脸上立马就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波不亏，不仅没有动一兵一卒就拿到了一笔不菲的绩效点，还能获得院长的馈赠。周震两人也感觉到束缚自己的力量瞬间就消失一空，两人赶紧从天台上跳了下来，对着你又跪又拜的，就差点认你当义父。在他俩认知中，你绝对拥有一只精神力超强的鬼灵控制了女鬼，不然这么扯淡的事谁会信啊？我要不是为了救你们2个蠢货，早就抡起棍子教他做鬼了，害我费了那么多脑细胞。对了，你俩先别着急感谢，我问你们件事，我听说这是一路名为23路的鬼公交，是不是真的有这档子事情？听见鬼公交3个字，二人脸上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陆哥，我们知道你很强，但是那鬼公交的司机是5阶的恶鬼，车上还有10几只3阶4阶的恶鬼。听见鬼公交上有10几只鬼物，还有5阶的鬼司机，你更兴奋了，还是整整一车。这样的好事你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但是你清楚自己目前的实力打不过，这都不要紧，既然这鬼公交存在，收拾它还不是迟早的事。自从你的捉鬼视频在网上爆火之后，终于迎来第一笔生意。于真真一大早就来到了你的中介公司上班，老板，咱们来业务了。一大早就来这好事，你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十分满意的笑容。你不禁感叹一声，这个于真真还真是自己的吉祥物，上班第一天就有绩效点送上门。人在什么地方？江城以外的地方可是需要预约的。江城本地人，我已经将咱们的位置共享给他了。委托人说他20分钟后到。好，咱们等他。半个小时之后，你看着对面的这个中年男人，只见黄玉强的身上萦绕着一股十分浓郁的黑气。哎呀，幸亏你今天找到我了，不出意外的话，那只鬼物很快就要来取你的性命。听见这话，黄玉强立马就脸惨白的说道，大师啊，求大师救我啊，我上70岁的母亲，下有5、6岁的孩子，我不能死啊，只要你能救我，出多少钱我都愿意。说着他便要给你兑奖，却被你一把拦住。先别激动，你把你自己的情况给我讲一下先。原来几天前黄玉强在夜跑锻炼身体的时候捡到了一沓现金，粗粗一看就有1、2万之多。发现没有监控之后，他就起了贪念，可当他回到家给老婆炫耀时，却变成了一沓冥币，这可把他吓得不轻，当即便扔到了马桶里面。
然而晚上立马就做了一个噩梦，梦里一个老头鬼说7天后就要向他索命。早上醒来的黄玉强本来没有在意的，可膀胱一扫，枕头旁边竟然放着昨天的那一沓冥币。他又尝试将冥币送回了捡来的地方，用火烧成灰，甚至还将其扔进了寺庙的功德箱中，结果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自从那晚之后，黄玉强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噩梦，不同的是，那个诡异的老者会在梦中结束时说一句还有7天，还有6天，直到昨天晚上是最后一天的通牒。说完，他将一沓花花绿绿的冥币掏了出来，这就是我那天晚捡到的钱，你将冥币接了过来。在鬼眼之下，这根本就不是一沓冥币，而是一团鬼气，这东西你拿着也没用，就先放我这里保存着吧。好好好，您要喜欢送给您就是了。黄玉强见状连连点头，这么邪门的东西他巴不得将其扔得远远的。没过多久，你就来到了黄玉强的家里，往沙发上一坐，随手拿起了旁边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大师，我现在需要做什么吗？还真有点事。那个有花生瓜子什么的吗？光看电视不吃点什么太无聊了。有，我这就去拿。这时于真真打开了直播间，直播间打开没多久就有了不少的人进来观看。来了，陆大师又来了。真真还真的跟着陆大师干了，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的呢。今晚上又是直播抓鬼了，看来又有一场好戏看了。看着直播间里的弹幕，于真真十分熟练的跟粉丝们打了招呼，接着又将发生在黄玉强身上的事情跟粉丝们讲述了一遍。一众水友听的是啧啧称奇，今后再也不敢在地上捡钱了。老板，有粉丝问这只鬼为什么非要等到7天之后才会出现？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你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说到这里，就连坐在一边的黄玉强也竖起了耳朵。闻言，你将手中的瓜子壳扔在了垃圾桶里，然后说道：这只是鬼物为了让人产生恐惧的手段罢了。你越是害怕鬼物，就越是强大。如果你已经被吓破了胆，那鬼物就能不费吹灰之力的拿走你的小命。其实这都是你在遇鬼师公会的灵网论坛上看见的知识。你一边给直播间里对水友们科普一些有关鬼物的小知识，一边悠哉的看着电视中的节目。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咚咚咚咚咚咚，突然一阵沉闷的敲门声响起。开门啊，我来找你了。这个声音一响起，就让屋子里的几人和直播间里的观众浑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妈耶，快看，法师掏棍子了！你这时掏出了自己的棒球棍，一脸子兴奋地走向了门口，直接打开了门。只见一个身材佝偻、枯瘦如柴的老人站在门口，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就被你一把拽进了屋里。怎么才来？我都在这里了，快睡着了。你该不会是真的有老年痴呆吧？老人见状顿时愣住了，这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好，非常好，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今天和该老鬼我饱餐一顿。在他自言自语的时候，你也使用鬼眼看见了老鬼的信息，种类催命鬼，境界3阶凶魄，罪恶之妻。这时老鬼猛地长大了嘴巴，身形一动，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朝着你的脑袋就咬了下去。而你则将棒球棍划过一个完美的弧度，直接落在了老鬼的脸上。砰的一声，老鬼重重地砸在了厚重的防盗门上。你怎么可能会有鬼气？你没有理会惊愕的老鬼，直接上去就是一个大逗逼。真是给你脸了，让我白白在这里等了那么久，居然一上来就想咬我，你他妈是属狗的吗？挨了一巴掌的老鬼彻底的失去了理智，去死吧！可紧接着的是，你手中的棒球棍直接就挥出了残影，一记记迎头痛击如同是五爪一样落在了老鬼的头上。我让你不服，我让你迟到，我让你他妈的坑蒙拐骗不讲武德！一棍棍下去，看得于真真和直播间里的网友直咽口水。黄玉强也终于知道了大家为什么要将你称之为暴躁法师了，依旧是原来的配方，原来的味道，只不过这老鬼长得磕碜了一点。每一次都很同情鬼是什么情况？难不成是我有问题？自信点兄弟，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你一个。整整过了1分钟，你才气喘吁吁的停下。此时的老鬼则是十分凄惨的躺在地上，双眼呆滞无神。你见状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这老鬼不会是被打死了吧？不行，得赶紧出手。想到这里，你赶紧拿出了一份阴阳合同，快速的说道：系统，快将这只老鬼给处理掉，随便那家都行。丁，恭喜宿主将3阶催命鬼介绍到猛鬼公测工作，奖励绩效点加600。公测管理员十分嫌弃催命鬼，对你的好感值-10。听见脑海中传来的系统提示声，你轻轻的吐出了一口气，随后你笑嘻嘻的从黄玉强的家里离开，手里还拿着一个厚厚的红包。这时你突然轻咦了一声，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了一张花花绿绿冥币，这正是之前你从黄玉强的手里拿过来的那沓冥币，不过从厚厚的一沓变成了薄薄的一张。一行信息浮现在了他的眼前，催命鬼的买命钱。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将此钱币赠送给另外的鬼物之后，可以让其答应你一个要求，对5阶以上鬼物使用的时候有50%的失败几率。看到这，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鬼公交上的那只5阶的鬼司机，可惜只有50%的成功率，还是先将实力提升到4阶更加稳妥一些。就在这时，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停在了你和于真真身前。帅哥美女，走吗？走啊，我正准备叫车回家呢。坐上车之后，你便向司机打听了一件事。师傅，我之前听一个开出租的说，咱们江城里有一辆鬼出租，经常在晚上出来拉客人，车牌号好像是江路56413，这是不是真的？可还没等司机回话，于真真瞬间汗毛倒立了起来，因为他刚才还特意多看了一眼这辆出租车，牌照赫然就是江路56413。
你只是在打车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知不知道这附近有鬼出租，谁知下一秒司机就露出来一张鬼脸。结，既然被你发现了，那就你们就留在这里吧。救命啊！鬼啊！于真真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声，瞬间就拉开了车门冲了出去，而你则是无比淡定地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一脸玩味地看着突然变脸的出租车司机。种类鬼司机，境界2阶野鬼，罪恶之灵，你确定要让我永远地留在这里吗？看见你似笑非笑的表情，以及你身上突然爆发出来的强大气势，鬼司机顿时就得被吓尿了。大哥，那啥，我说这是误会，你信吗？我只是想跟您和刚才的那位小姐开一个玩笑而已。听见这话，你的手多了一根棒球棍和一根麻绳，你自己来还是我帮你？看见那根麻绳，鬼司机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一抹羞涩的表情，这也太羞耻了吧！尽管他十分的不情愿，但是迫于陆羽的淫威，还是主动将麻绳接了过来，非常利索的将自己结结实实的绑了起来。系统推荐一个适合鬼司机的去处。丁，鬼司机属于自带职业的鬼物，猛鬼出租车公司愿以高价聘请鬼司机前往公司任职。闻言，你的眼神顿时一亮，原来还可以这样，自带职业性质的鬼物还能提价。听见这话，鬼司机的心里顿时一喜，好消息，自己遇见的不是变态。但是下一秒，他的脸色又一次垮了下来。坏消息，自己遇见了鬼贩子。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嘎掉腰子挖掉眼睛，鬼司机的一颗心瞬间就沉到了谷底。他连忙哀求道：大哥，生前心脏不好还肾亏，卖出去也不值钱啊。那个，你看我有个建议可以吗？怎么说？大哥，不，老板，你想想，如果你就这么将我卖掉的话，无非就是拿到一笔不多不少的钱而已。但是你要将我留在身边的话，我就能帮老板你带来更多的鬼，老板你就能细水长流，财源广进了。你闻言顿时愣住了，嘿，你他娘的真是个鬼才！你确定能帮我找到更多的鬼？那是当然。随后鬼司机又一脸自豪地说道：我可是号称的江城活地图的人，这里可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哪些地方有什么鬼我都是一清二楚。好，可是我如何能信你？万一你跑了，我去哪里找你？听见你这话，鬼司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挣扎的神色。那个老板，你可以摘走我的出租车车牌，那是我的身家性命，只要车牌在你的手上，我就永远也离不开江城。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老板你拿出车牌呼叫我的名字，我随叫随到。闻言，你推开车门，走到车头的位置，一把就将车牌抠了下来。鬼出租的车牌排在车载，排毁车王。随后你又返回车里给他解绑。欢迎加入我的团伙，不对，是团队。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刚才你吓走的小姑娘找回来。Yes sir。然后出租车一打方向盘就朝着来时的路找过去。一开起车来，鬼司机的话又开始多了起来。原来他的本名叫做刘洋，是江城本地人，开了的20年的出租车，每天兢兢业业，只想多赚一点钱给儿子买房子，结果却因为操劳过度，在载客的途中突发心肌梗塞死亡。由于出租车还是在他死前刚刚买下来的新车，他十分的舍不得，于是一缕执念就依附在了这辆出租车上面。不过刘洋是个十分胆小谨慎的人，所以即使变成了鬼也没有害过人。而另一边于真真则是非常惊慌，他一路狂奔到跑不动了才停下来，可刚停下来就看见那鬼出租追了过来，他下意识的以为你遇害了。那鬼司机想要将看见他真容的人全都杀死逃，现在的他满脑子都是逃命，可他2条腿怎么能跑过4个轮子？出租车就像是一道闪电般横移到了他的面前，后排的车门径直打开，于真真没有任何防备的就被扯进了出租车里。不要杀我，我一点都不好吃，我已经3天没有洗澡了。哎呀，真是人不可貌相，看起来白白嫩嫩的一个妹子，竟然是个不喜欢洗澡的人。难不成你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听见说话的语气不对劲，于真真抬起了头，小心翼翼地看着你问道：你是老板，你没事？我当然没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的新同事，他叫刘洋，今后就是咱们中介公司的新员工了，你叫我老刘就好了。嘿嘿。过了好一会儿，于真真才接受了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今后老刘负责将鬼物拐骗到咱们的中介公司，然后由老板负责消灭他们，这不是就是鬼奸吗？你这样做，确定不会被你的同类打死吗？什么鬼奸？我这是卧底，我虽然是一只鬼，但也是一只心怀正义、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好鬼。好在老天有眼，让我遇见了老板，他就像是伯乐，我为千里马，他就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我身在黑暗，心在光明，纵然被千万人误解，我也会誓死追随老板的脚步。一席话说的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直接把于真真都给说得无地自容了。一提起江城的鬼物，老刘的话匣子顿时就关不住，他十分气愤地说道：你们是不知道江城的这些鬼物有多么的可恶，他们无恶不作，最重要的是他们打车从来都不给我付钱，而且还给我的车上乱扔垃圾，简直就是丧心病狂。这样没有素质的鬼就应该将他们打得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轮回。这下你算是听出来了，难怪老刘会提出跟随你的建议，感情全都是为了公报私仇啊。看来这家伙平时没少被其他的鬼物欺负，而你看着自己现在卧龙凤雏近在手，何愁没有绩效点？不自觉的嘴角扬起了得意的弧度。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一辆出租车来回奔忙。奇怪的是，出租车每停下来一个地方，附近就会传来一阵阵惨叫。半个月的时间里，你靠着老刘这个江城的活地图，几乎是每天晚上都有一笔不菲的绩效点入账，距离升4阶需要的2万绩效点还差300点。不仅如此，
这期间你获得了一个隐秘的技能，这个技能可以让你隐藏住自己的气息，让你完全变化成一个普通人。有他这个鬼奸在，你的贩鬼事业已经更上了一层楼，而你这段时间抓鬼的报酬也到账了。叮咚，银行卡到账85万元。听见手机中传来的声音，你一下就从老板椅上坐了起来，自己现在也算是初步摆脱了贫困，成为有钱人了。老板，你们玉鬼司还招人吗？你看我能不能成为你们的职工？于真真听到动静瞪大了她那双卡姿兰大眼睛，对你说道：想要成为玉鬼司的一员，首先得先成为玉鬼者。你和于真真闻言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只见方琼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门口。方老板，你怎么有空来我这里？我来给你送一些奖励。说着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了个方盒子递给了你。你打开盒子一看，眼睛都亮了。鬼气珠，方老板，我解决的那几只鬼物应该值不了这么多的鬼气珠吧？鬼气珠这玩意你之前在灵网论坛上看见过，能真真切切地提升御鬼者的实力，不过对你没啥用，但是你能转换成其他资源啊。而且这玩意只能使用自己的积分在御鬼司总部兑换，外面是没有流通的。谢谢方老板。那啥，我刚发了工资，正准备去庆祝一下，要不要一起？好啊，我车在前面。闻言，你赶紧带上于真真，跟在方琼的身后。看着方琼的背影，你突发奇想，自己的鬼眼能力能不能看到方琼身上的本命灵鬼是什么？于是你立马开启了鬼眼。当你看向方琼的一瞬间，只感觉眼前闪过一抹红色的影子，紧接着就发出了一声惨叫。啊的一声，你双手捂住了眼睛，十分痛苦地蹲在了地上。你感觉就在刚才那一瞬间，自己的眼睛就像是被一柄锋利的锥子给扎了一下，疼的眼泪都流了下来。于真真见状，顿时就吓了一跳。老板，你怎么了？你可别笑我啊！我的工资你还没给我发呢。没事，我没事。方琼转过身，一脸好笑地看着你。没想到你的本命灵鬼竟然还能帮助你开启鬼眼，当真是稀奇。这一次就当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也让你好好的长长记性，不要以为开了鬼眼就能随意的偷窥别人，真要遇上了狠人，说不定能当场将你的眼珠子给剜出来。我真没想偷窥，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本命灵鬼。方琼轻笑一声，没再理会你，反倒是于真真像是想到了什么。老板，你经常用一种十分诡异的眼神看我，是不是在用鬼眼的能力偷窥我？说完，他下意识的捂住看自己的胸口，往后倒退了几步。听到这话，你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我特么什么时候经常用怪异的眼神看你了？再说了，你身上我早就……小插曲过后，你们找了个饭店吃饭的时候，方琼很好奇你最近这段时间怎么业绩这么好。这时候你觉得老刘的事情也没什么要隐瞒的，就把遇见老刘和让老刘成为鬼奸、打入猛鬼内部的事情给方琼讲了一遍。你的这一番操作直接将方琼听得瞠目结舌。你们的运气倒是不错，不过灵鬼虽然能够保持灵智，但是他们毕竟也是鬼，需要小心应对。我知道老刘的身家性命全都掌控在我的手上。这期间，于真真对于御鬼者很是感兴趣，方琼对此也极为乐意的为其讲解。毕竟御鬼司需要不断的加入新鲜的血液，并表示会留意一下灵鬼的线索，到时候可以让他尝试契约。于真真闻言十分兴奋的点头道谢。吃饱喝足后，你们就准备回去。这时你拿出老刘的车牌，开始呼叫他。不一会就看见了一辆熟悉的出租车朝自己开来。老板，我这又有情况了。听见这话，你的眼神一亮，这是来活了。自己的绩效点只差一点点就够升4阶了，今晚这单生意做完那就够了。这就是你说的那只灵鬼老刘。方琼的声音从后面传来。老刘听见声音，身子顿时一僵，他下意识的就想上车逃命，却被你一把扯住了衣领。干嘛去啊？不用怕，这位是我的顶头上司。听见这话，老刘眼神中的惊恐之色才消散了几分，然后十分恭敬地对方琼说道：大老板好，我是老板的马仔，您叫我老刘就行了。方琼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们去忙吧，我也要回去了。你带着于真真麻利地坐上了车。老刘边开车边介绍新发现的鬼物。老板，今天这只鬼物是新出现在江城的，地点就在江城美容院废墟里。这只鬼非常的谨慎，也非常的难缠，因为它是一只逃命鬼，顾名思义，它十分善于逃跑。老板，你是不知道，最近江城的鬼物是越来越谨慎了，他们好像知道了鬼奸的事情，都不敢轻易的暴露行踪。我的境界太低，等级高一点的鬼我不敢跟他们打交道。我是真的想帮老板你多找一点鬼物的，可是实力不允许啊。听着老刘的诉苦，你知道这家伙是想要在自己这里拿好处。你不慌不忙的从系统空间中掏出了一个盒子，正是之前方琼给的鬼气珠。一看见鬼气珠，老刘的眼神瞬间就明亮了起来。这可是最精纯的鬼气，对他们鬼物来说可是大补之物。有了这些大补之物，自己一定可以晋升3阶凶魄。老刘飞快地接过了盒子，直接连盒子都吞进了肚子里，他的脸上也绽放出了十分开心的笑容。感谢老板，老板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对你的钦佩犹如是。好好开车。不到5分钟的时间，老刘就将出租车开到了江城美容院废墟。老板，逃命鬼就在这里。美容院废墟你算是比较熟悉的了，上一次为了救周震和秦一卓，还在这里将跳楼鬼狠狠地灌了一碗毒鸡汤。你当即打开鬼眼，看见了一团黑色的鬼气盘踞在大门口，而这逃命鬼似乎是感觉到了你的注视，飞快地消失在了原来的位置，再出现已经是另外一层楼了。好快的速度，你忍不住惊叹了一声，难怪老刘会说这只鬼十分的难缠。真真准备好了吗？咱们去会会这只逃命鬼。于真真早就已经打开了手机，正在跟直播间里的粉丝互动了。直播间里的画面中，你扛着一根棒球棍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废弃医院的大楼。
抓过鬼的都知道，把鬼逼急了，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眼前这只逃命鬼就拿起电话报了警，关键是这没有线的老式座机还真让他打通了。喂，您好，这里是北城区派出所，救命，快来救我，有人要杀我。他拿着一根棒球棍，已经追了我1个小时了，快点快点，你先冷静一下，先告诉我你所在的地方以及你的姓名，我们立马就出警。女警林雨涵飞快地说道，并拿出了一张纸和笔。我叫王立伟，我在江城美容院住院部大楼，今年25岁，要快，他们还有团伙。我已经无路可逃了。男子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似乎下一秒就会哭出来一般。而此时的林雨涵一边跟男子通话，一边用手势跟自己的同事沟通。在他将报案人的地址报出来告诉同事的时候，派出所的值班人员已经出警赶了过去。你别害怕，我们已经派人前往事发地了。不，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在门外了。随后电话里就传来一声看门声，我他妈看你往哪里跑，吃我一击吧！这一下林雨涵顿时就慌神了。今天刚好是他来派出所上班的第7天，还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报警电话。与此同时，另一边的你一手拎着棒球棍，一手拿着一卷麻绳出现在门口，于真真和老刘也跟在你的身后。当两人一鬼以及直播间里的粉丝看见逃命鬼正抱着电话跟警察求救的时候，顿时就亚麻呆住了。我看到了什么？鬼在给110打电话，法师太残暴了，竟然将鬼逼得报警求助。神特么报警，这电话连线都没有，怎么可能打得通？你看见正在打电话的逃命鬼，心中的怒火顿时就冲到了天灵盖，瞬间把手中的麻绳往地上去，麻绳十分精准的就套住了逃命鬼。你飞起一脚将他踹翻在地，我他妈让你跑，让你带着我在这里兜圈，还想报警求助？我让你报警，我让你打电话，说啊，快喊救命啊！你刚才不喊的挺起劲的，给老子叫，大声的叫！逃命鬼的惨叫声在寂静医院中响起，站在门口的老刘看得浑身直哆嗦。你打了足足2个半小时，才让心里的火气慢慢的消退。讲真的，今天这一次是你抓鬼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次。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逃命鬼，你掏出了一份阴阳合同扔在了逃命鬼的身上。既然你这么喜欢跑，正好这里有一个十分适合你的工作，系统将这个逃命鬼卖给猛鬼跑腿公司。丁，恭喜宿主将3阶逃命鬼介绍到猛鬼跑腿公司工作，奖励绩效点加800。跑腿公司老板十分满意逃命鬼，回赠神秘礼物1份。可以，竟然有神秘礼物！你的嘴角不由自主地扬起了一抹开心的微笑。就在这时，一阵阵尖锐的警报声从外面传来，你和于真真以及直播间里的观众全都愣了一下。什么情况？该不会是逃命鬼真的打通了报警电话，将警察给叫来了吧？姓名：陆凡，年龄22，性别，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林雨涵闻言，啪的一声，将手中的中性笔拍在桌子上。我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不要试图混淆视听。性别：男。你们大晚上的去废弃的江城美容院干嘛？做直播啊，还能干嘛？总不能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吧？警官，我实在是非常的好奇，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起来？听见这话，林雨涵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抹怒容。我问你，那个被你杀害的人，你将他藏在哪里了？你一脸无奈的看着对方，你知道这件事根本就跟他说不清楚。原本你身为狱鬼司的成员，是有权利调动当地的警员配合自己抓鬼的，可奈何这几个人的等级太低，根本接触不到这方面的事情。看见你闭口不言的样子，林雨涵只以为这是你的挑衅。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们在网上直播的视频我们已经拿到手上了，现在你怎么说？那只是个魔术而已。如果我真要害人，为什么还要直播给几百万人观看？这不是找不自在吗？林雨涵顿时就被这一句话给哽住了。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审讯室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小林，周所叫你出去一趟。林雨涵闻言赶紧起身走了出去，看见站在外面的一个中年男子之后，他赶紧上前问道：周所，您找我？将人放了吧？为什么？周所长没有回答，只是将一份资料递到了他的面前。那是王立伟的信息，上面清楚地记着他的出生日期以及死亡日期，还有死亡原因。林雨涵的脑子里顿时一团乱麻。周所，会不会是搞错了？其实他们是同名同姓，不可能的。难道你自己就没有想过，一栋已经废弃了20年之久的医院中，怎么可能会有座机电话？而且你刚才抓的那个人，他也不是一般人。如果真要按等级来论的话，我还要称呼他一声长官。这一刻，他这个十分坚定的无神论者的信仰崩塌，但他依旧坚守着自己最后的一丝执着，将你和于真真两人送到了派出所的大门口。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你的把柄。就在这时，一辆没有牌照的出租车从远处开来。林雨涵看见之后人都麻了，无牌照也敢上路行驶，真以为自己不是交警就管不到你了。他正想上前问话的时候，却觉得这个司机有点眼熟，这辆出租车也有点眼熟。刘叔叔，你是刘叔叔吗？这不是林丫头吗？都长这么大了，还当了警察，真是有出息了。不像我们家那臭小子，非要学什么金融，一点都不稳定。您不是在课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吗？如你所想，但是你也别害怕，叔叔是好鬼，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林雨涵是彻底的相信了，人鬼殊途。他们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这也是老刘不会主动寻找自己家人的原因，只是远远的看一眼。回家之后，你一头扎进了卧室，立马让系统提升等级。丁，恭喜宿主等级提升至4阶厉鬼级，系统商城功能成功激活，恭喜宿主累计获得绩效
票点达到2万，解锁新成就，奖励绩效点加1000。伴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出现，你感觉一阵阵冰凉的气息从四面八方往自己的身体里涌来。等级提升后，你从床底下搬出了一个哑铃，这一个就有200斤。现在的你不仅可以轻松的将其提起来，还能提着这只200斤的哑铃溜风去。对了，之前卖逃命鬼的时候，跑腿店的老板还回赠了一份礼物来着。你从系统的储物空间中拿出来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晶球出来，丁检测到宿主拥有冥泉鬼物，是否进行融合？融合，咔嚓，水晶球应声碎裂，冥泉鬼物就像是一条黑色的小蛇一样，从你的身体各处钻了进去。接着你身上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黑雾，再然后整个人就像是失去了重量一般，快速的移动了起来。渐渐的，你就好像变成了一道黑色的虚影，在房间中四处的游走。几名高级遇鬼者正在一个废弃车站埋伏，谁料突然其中一个二货跳了出来，对着正在驶来破旧大巴车喊出来那首经典的诗：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在了凤凰群，满车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停车检查。说着，胡少宇将手掌平伸了出去，并且释放自己5阶遇鬼者。可当鬼司机察觉时，刹车已经晚了。算了，和我保险说句吧。胡少宇就这样毫无征兆的被撞飞了10几米。好在鬼司机并没有驱使鬼力，因为他当时只认为此人是个精神病。胡少宇单手撑地，只觉得脸面丢光了。随后他再度跳到鬼公交面前，敬酒不吃吃罚酒。只见他话音落下，一根冒着火焰的鞭子出现在他手中，接着用力一甩，十分精准的套住了鬼司机的脖子。众人的眼里顿时就闪过了一抹惊讶的神色。站在陶光华身边的李琛看着大发神威的胡少宇，笑着说道：“宇少爷的本命灵鬼是一只十分珍贵的活鬼，具有成就鬼王的潜力。他手上的那根长鞭也是一件极为高级的鬼器。”就在众人觉得这把稳了的时候，呲的一声传来，只见胡少宇手上那根鞭子上的火焰突然就熄灭了，就好像是被一盆水当头淋下去，连一丁点火星子都没有留下。这一变故瞬间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就连自信满满的胡少宇也是微微一愣，一种十分不妙的感觉就涌上了心头。下一秒，鬼公交的发动机发出了一阵咆哮声，整个公交车开始猛烈的往后倒去。猝不及防之下，胡少宇整个人一下就被拽飞了出去。他赶紧松开手，放弃了那根长鞭，这才免于在众人的面前被摔出一个狗吃屎。这时，鬼公交在倒退了一段距离之后，再一次的朝着胡少宇飞快。这次的鬼司机可是十分愤怒。胡少宇见状也不敢小视，腾的一下，身上燃起了一团2、3米高的火焰。他整个人就像是火神下凡一般，一颗直径足足1米大小的火球就在他的面前成型。去死吧！火球没有任何的悬念，直接就命中了鬼公交，轰隆一声，秉持着有烟无伤的理念，公交车的轮廓再一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那一发威力巨大的火球竟然没有对鬼公交造成任何的伤害，反而让原本破破烂烂的鬼公交变得焕然一新。六阶鬼公交上散发着一阵阵恐怖的鬼气波动，让在场的众人一阵的心惊胆战。与此同时，江城某栋已经废弃的工厂厂房之中，你刚刚解决掉一只鬼物，正准备给方琼打电话报备一下的时候，你的手机率先响了起来。顺兴汽修厂的那只鬼物是你处理的吗？是我正准备给方老板报备呢，不用给琼姐报备了，她今晚上跟司长他们去解决鬼公交了，有事情跟我说就行了。今晚我负责镇守遇鬼司。手机里面传来的景云冷冷的声音：什么？他们去收拾鬼公交了？我怎么不知道？司长们的事情为什么要跟你说？你是什么职位？这句话直接将你堵得哑口无言。司长他们什么时候去的？40分钟之前就走了。怎么你也想去掺和？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说完你就直接挂断了电话。掺和？什么叫掺和？那可是2万绩效点啊！老刘，你一声大喝，一辆出租车迅速的出现在了你的眼前。快去23路公交站，越快越好。好嘞，老板。话音落下，出租车就像是一道离弦之箭一般。另一边，陶光华当机果断下令撤退。6阶的鬼公交不是他们能够处理的，即便强行拿下，那他这边必定会有人殉职。就在陶光华下令撤退的同时，鬼公交又一次飞动，偌大的公交车就像是一道迅速的闪电，瞬间来到了胡少宇面前。就在鬼公交撞在他身上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顿时就变得干瘪了起来，然后成为了一只白色的纸人。纸人被鬼公交撞飞了出去，掉在10来米远的地上，无风自燃，瞬间就被烧成了灰烬。而胡少宇则是出现在了距离陶光华等人不到5米远的地方，他一脸肉疼的看着已经被烧没了的纸人，那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替身纸人。这时发动机又是一阵轰鸣响起，鬼公交再一次朝着胡少宇的方向跑。李琛大喝一声，他的背后陡然冒出了一道3、4米高的圆形黑影，黑影散发出庞大的鬼气，竟然也是6阶。看见李琛出手之后，陶光华轻轻的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胡少宇身边的护卫竟然是一个6阶的遇鬼者。趁现在，快走！说话间，李琛的脚下蔓延出了数以百计的黑色触手，硬生生将数百米开外的鬼公交拦停了。而此时胡少宇却灵机一动，不能走！难道你没看见李叔已经将鬼公交给制服了吗？我们现在应该立马上去帮他，彻底的将鬼公交解决掉。制服你妹啊！听见
见胡少宇的话，顶在前面的李琛都快要骂娘了。别看他也是6阶的御鬼者，但他刚刚晋升，根基尚不稳固，而且本命灵鬼还是不善正面战斗的淫鬼。你不趁着这个时候逃命去，竟然还想要反杀，脑子是挂在夜壶上长大的吗？可胡少宇根本不给几人反驳的余地，身上再一次燃起了熊熊的烈焰。他的手虚空一抓，一柄锈迹斑斑的长弓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上。长弓出现的一瞬间，陶光华眼中便燃起了希望之火。此弓名为鹿魂弓，当年最强御鬼司司长燃烧自己全身的鬼力融入鹿魂弓，射出惊天一箭，和当时最强鬼王回归一击。只不过经过当年那一战之后受损严重，已经没有了当年子的那种威能，而且只能使用最后一次。你们帮我牵制一阵，我需要一点时间蓄力。话音落下，陶光华和方琼两人都挡在了胡少宇的身前，而李琛也是猛然爆发出更加强大的鬼气。只见密密麻麻的触手已经将整个公交车爬满，这时锈迹斑斑的长弓上开始冒出了丝丝缕缕的黑色雾气。胡少宇拉动弓弦的动作十分的吃力，这些丝丝缕缕的雾气开始在长弓上汇聚成了一支漆黑的长剑。鬼司机也感受到了那致命的气息，公交车一点一点挣开黑色触手束缚。然而不等他完全挣脱，就见胡少宇手中的长弓已经被他拉成满月状，弓弦上那只漆黑如墨的长剑如闪电一般，没有任何阻碍的穿过了鬼公交，消失在了夜空的尽头。这一幕正好被刚赶来的你看在眼里，你只感觉心口痛，仿佛那一箭射在了你的身上。我的2万绩效点啊！滴滴，这时鬼公交的喇叭响了起来。此时鬼司机虽然受了致命的一击，但是他依旧驾驶着鬼公交朝着3人撞。不好！见状你想出言提醒，却也为时已晚。那鬼公交化作透明状，直接掠过陶光华、方琼和胡少宇3人。鬼公交再次凝视后，3人已经被关进了车里。欢迎上车！一辆破旧的公交车内，司机正对着3个活人发出阵阵瘆人的笑声。3人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却在这时一道人影直接闪进车内，对着鬼司机就是当头一棒。笑，笑你妈的头啊！有完没完啊？完全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你再笑我一刀捅死你！笑得这么难听还笑。此时被打了一棒的鬼司机有点懵逼，可一瞬间就恢复过来了。见状你不禁心中一惊，看样这棒球棍的眩晕效果对这等级高的鬼物衰减很厉害。完了，玩脱了！进入鬼公交那可是相当于羊入狼群啊，生死全凭鬼司机一个念头。可就在鬼司机要发飙的时候，你说出了一个让鬼司机都为之心动的秘密：我有你女儿的消息，如果我死了的话，你就永远也不知道了。鬼司机闻言由愤怒变成激动，你最好不要骗我，不然我一定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你见状就知道有戏。还好之前听老刘说过这鬼司机的故事，这个鬼司机生前就是个狠人。当年他的女儿在乘坐23路公交车的时候遇见了咸猪手，女生大喊救命，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最后女生强行下车，却被从后面开过来的汽车给当场撞死。鬼司机的老婆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只剩下他和女儿相依为命。现在女儿也意外死亡，他顿时心如死灰。于是他想尽办法成为了23路公交车的司机，为的就是等到那个将他女儿害死的人出现。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等到了。于是他就开着车一头扎进了深不见底的金柳江里。因为心怀怨恨，他死后成为了鬼司机。他认为害死自己女儿的人不光是这个变态，当时乘坐公交车的人全都有责任。于是他就驾驶着已经成为灵车的公交车出没于原来的线路上，要将之前坐过车的人全都找到。我当然不敢骗你，这是你女儿让我转交给你的。接着你在方琼等人震惊的目光中，将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币递了过去。没错，这就是之前那张从催命鬼那里得到的买命钱，能让5阶级以下鬼物无条件答应你一个要求。这也是你为什么敢踏上鬼公交的原因。之前胡少宇的那一剑让鬼司机受创，境界从6阶跌落下来了。可看到一张冥币时，陶光华和方琼此刻一脸的绝望，胡少宇更是都快要气死了。你没进来之前，李琛用陶光华和方琼2人为代价，已经和鬼司机达成了交易，放过胡少宇的性命。谁知道半路杀出个你，还上来就给人一棒子，现在又拿出一张冥币，这不纯傻子吗？然而鬼司机下一刻就将那张冥币接了过来，并问道：我女儿在哪里？你没有回答，而是掏出了一份黑色的合同递了上去，然后才笑着说道：你女儿在哪里并不重要，现在你只需要签下这份合同就可以了。你骗我！鬼司机发出了一阵低沉的怒吼，整个鬼公交都产生了一阵剧烈的晃动，似乎下一秒这破破烂烂的公交车就会4分5裂了。李琛的瞳孔微微一缩，脚下的黑色触手疯狂的扭动，一旦发现情况不对，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出手击杀鬼司机，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鬼司机此时已经陷入了无尽的癫狂之中，可他的一双手竟然不听使唤的将那份黑色的合同接了过来，眼睁睁的看着手中的合同上燃起黑色的火焰，然后缓缓的消失在空气中。叮！恭喜宿主完成特殊任务，将6阶鬼司机介绍给足浴城老板，获得绩效点加2万。鉴于宿主超额完成任务，额外奖励绩效点加5000，获得高级道具1件。宿主获得足浴城老板好感度加50，
获得足浴城老板赠送的回礼一份。听见脑海中不断传来的系统提示音，你的脸上顿时就笑开了花。希望你在那边能遇见你的女儿吧。随着鬼司机的消失，鬼司机的大巴车就凭空消失在众人的眼前。陶光华、方琼和胡少宇也终于恢复了自由。你走上前，伸手将方琼从地上拉了起来。没事吧？没事。方琼目光灼灼地盯着你，就像是第一次认识你一样。刚才你对付鬼司机使用的手段，他在直播中见过。他一直以为这是你在耍帅，没想到你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在解决厉鬼。你刚才递给鬼司机的是什么？冥币啊！我当然知道那是冥币，但是鬼司机为什么会去接？接过去之后，为什么又这么的听话？不光是他，就连李琛也竖起了耳朵。而你笑着解释道：“那张冥币其实是一件一次性的鬼器，这是我在解决一只鬼物时无意间得到的。只要对方接受了这张冥币，那么他就必须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原来是规则型的鬼器。李琛闻言点了点头，说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拿出来的那份黑色的纸张也是规则型的鬼器吧？”差不多吧。这时，站在一旁的胡少宇轻哼了一声，面色不善地扫了一眼你，转身离开了这里。不过你在胡少宇的眼神中明显感受到了一缕十分清晰的杀意，自己救了他一命，他竟然对自己起了杀心，看来自己得找个机会彻底将这个隐患消除了才行。俗话说得好，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返回遇鬼司的路上，胡少宇一脸阴沉地坐在车上，自己底牌进出不仅没有顺利地解决掉鬼司机，还将自己搭了进去。虽然最后被解救了出来，但是这对于胡少宇来说，这才是最气愤的一件事。在他看来，就算是你没有出现，在李琛的逼迫之下，鬼司机也会放了自己，而你为了救陶光华和方琼两人，不顾自己的性命。身为胡家的大少爷，他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李叔，我要那个陆凡彻底的消失在这个世上。宇少爷，我只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其他的事情不在我的出手范围之内。而且陶光华和那个叫方琼的女人已经看过我出手，杀掉她的话，我们将会非常的麻烦。闻言，胡少宇的眉头紧紧的皱了起来。你如果不帮我解决掉这只臭虫，等我回去之后，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宇少爷，你先等我把话说完。我确实是没办法出手帮你，但是我认识一个人，如果由他出手的话，绝对万无一失，事后还追查不到您的身上。就看你愿不愿意出这个价了。只要能解决掉这只臭虫，花多少钱我都愿意。但是你说的这个人要是解决不了的话，宇少爷放心，这人是噬魂者。听见噬魂者这3个字后，胡少宇的瞳孔微微一缩，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恐惧之色。